多听书没坏处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纸上清风。今天要讲的《我是猫》，它发表于1905年，是夏目漱石真正的成名作，也是他至今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。幼猫被人丢弃后，误打误撞住进一位穷教世家，究竟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？我们今天就用30分钟时间讲完这部神作。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京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幼猫，最早记得的地方是一处阴暗潮湿的角落。它和母猫兄弟挤在一起，只会不停地叫。一天，一个寄宿读书的年轻人把它抓起来，托在手掌上带走。幼猫第一次看清人类，觉得这种动物十分古怪，脸上没有毛，鼻子向外凸着，嘴边还会吐出呛人的烟。可他还没来得及弄懂，人已经把他带到外面，随手丢进一片竹草之间。幼猫摔得头昏眼花，等他醒来，母猫和兄弟全都不见了，周围只剩刺眼的天光、冷风和一口池塘。他试着叫了几声，希望那个书生回来，可没有任何回应。天色越来越暗，肚子也越来越空，再留在原地，他就会饿死。于是他拖着发软的4条腿绕过池塘，循着一点人气，爬到一堵破竹篱前，从缺口钻进一户人家的院子。院里有灯，也有饭菜的味道。幼猫刚爬上厨房，女佣便揪住它的后颈，把它扔了出去。它冷得发抖，只得再钻回来。女佣又把它扔出去，这样来回4、5次，幼猫仍旧不肯走。最后一次，家里的男主人被炒了出来，他留着胡子，脸色不太好看，只盯着幼猫看了片刻，便对女佣说：“既然赶不走，就留下吧。”说完转身进屋。幼猫就这样获得了住处，只是这家人从没认真替它取名，所以它后来始终是一只没有名字的猫。这户人家的主人名叫真野苦沙弥，是个中学英语教师。猫平时叫他主人。苦沙弥每天去学校，回家便钻进书斋，嘴上总说讨厌教书，却又没有辞职的打算。他胃不好，今天相信一种药，明天又改吃萝卜泥，一会儿学画水彩，一会儿写文章，兴致来得快，消失得也快。他读了许多书，说起道理像什么都懂，可真遇到家里的小事，往往比谁都较真儿。妻子操持家务，照看3个女儿，还要为丈夫买书、吃果酱和看病的花费发愁。女佣则一直认定，这只不抓老鼠、只会睡觉的猫，迟早该被赶出去。猫在这家里的地位很微妙，它没有专门的饭碗，饿了便去厨房寻找剩饭，白天有太阳就睡在园廊，夜里天气冷便钻进孩子们的被窝。孩子醒来后，常把它倒提起来，给它套纸袋，或者抱着它满屋乱跑。猫稍微伸爪，妻子和女佣便一起责骂它。它只有在主人看报时跳上膝头，或者趁主人午睡时伏在背上，才能安稳片刻。苦沙弥嘴里从不说喜欢它，却也一直没有让女佣把它赶走。对一只曾差点饿死在路边的猫来说，这已经算是一份不可明说的收留。猫却不觉得自己无用，它有一身淡灰色带斑纹的毛，自认见识远高于普通家猫。主人曾经趁它在园廊午睡，拿画笔替它写生。猫为了照顾主人的兴致，忍着不动，直到实在憋不住才起身离开。苦沙弥却冲他骂了一声。猫从这件事得出结论，人类最会把自己的无能怪到别人头上。主人画不好，倒像是猫不肯配合。住稳之后，猫也认识了附近的同类。车夫家有一只体格强壮的黑猫，常把偷来的鱼挂在嘴边，夸耀自己怎样和人争斗。邻家还有一只3花母猫，名叫3毛子，毛色漂亮，说话也比黑猫温和。无名猫很喜欢去看它。入冬以后，黑猫被鱼贩的扁担打伤，腿瘸了，油亮的毛也渐渐失去光泽。3毛子则偶尔生病，却仍是猫最愿意拜访的伙伴。新年到了，苦沙弥家收到不少贺年片，其中一张画着一只猫，苦沙弥横着看，竖着看，研究了半天，竟没认出画的是什么。无名猫趴在他的膝头，一眼便看出那正是自己的肖像。他很想告诉主人，又知道人类听不懂猫话，
只好眼看着苦沙弥继续猜。新年还给猫留下另一场教训，厨房里有一碗剩下的年糕汤，碗底的年糕闻起来并不算香，可四下无人，猫又不愿错过难得的食物，便一口咬了下去。谁知年糕粘住牙齿，既咽不下去，也吐不出来。他先甩头，再用一只前爪去抓嘴，一只爪不管用，便同时抬起两只前爪，靠后腿站起来，满厨房跌跌撞撞。孩子最先看见，大声喊猫在跳舞，妻子、女佣和苦沙弥都跑来围观，笑了半天才让女佣把年糕从他嘴里硬扯出来。猫疼得眼前发黑，也从此记住，人类看到别人受苦时，往往先觉得有趣，等笑够了才想到帮忙。新年里，苦沙弥那个最爱开玩笑的朋友迷婷经常登门。迷婷衣着体面，满口学问，却最喜欢编故事捉弄别人。他还带来苦沙弥以前的学生水岛寒月。寒月是理学士，年轻斯文，正在研究学问。几个人往榻榻米上一坐，从食物谈到诗歌，从西洋哲学谈到谁得了胃病，常常说上半天也没有结果。猫趴在一旁听得久了，渐渐觉得自己不像猫，倒像这个朋友圈里一个不出声的成员。这段热闹过去不久，猫再去寻找三毛子，却从他家主人的谈话中得知，三毛子已经病死了。那家人给他请和尚念了经，还埋怨无名猫总来引他出门。猫躲在一旁，想替自己辩解，又知道开口只会被当成叫声，他只得悄悄离开，从此再也没有去过三毛子住的那一带。三毛子的死让猫真正尝到了孤单，他失去了一位愿意听自己说话的同伴。好在他在人类当中的名声比自己预料的更大，有人写信到苦沙弥家，请主人替猫拍一张照片，还有人从冈山寄来当地的点心，收件人写的是这只猫。猫原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人类正式承认，谁知照片一直没拍，点心却被苦沙弥不声不响地吃光。他对此很不满，又觉得主人毕竟让自己留在家里，只好把这笔账暂且记下。正是在这些小事中，他越来越习惯从人类的角度看世界，偶尔甚至忘了自己本来是一只猫。一件婚事让这些闲谈第一次有了连续的麻烦。附近有个富商金田，家境比苦沙弥宽裕得多。金田夫妇有个女儿叫富子，家里似乎有意挑寒月做女婿。一天，金田太太亲自来到苦沙弥家，想打听寒月的性情、前途和家世。她鼻子十分显眼，猫便在心里给她取了个外号，叫鼻子。金田太太一进门还保持着富商太太的牌头。她说，向父子求亲的人很多，金田家并不着急，只是顺便问问寒月到底怎么样。苦沙弥本来就讨厌有钱人拿身份压人，听他一面说不稀罕寒月，一面又追着问寒月是否喜欢父子，心里越来越不痛快。迷婷看出气氛僵硬，非但不劝，反而装成贵族亲戚，故意把话搅得更乱。金田太太一听迷婷似乎有来头，立刻换上恭敬口气，转头面对苦沙弥，又恢复了不客气的样子。他暗示寒月曾在一次演奏会后，于桥上做过一件与父子有关的激烈事情，这便足以证明年轻人的心意。苦沙弥追问，寒月亲口说过要娶你女儿吗？金田太太答不上来，只能说寒月想必不会不愿意。谈到最后，双方谁也没得到想要的答案。他气冲冲离开，后来送来一批啤酒当谢礼，苦沙弥拒绝收下。富商一家和穷教师之间就此结下了一层说不清的怨气。猫对这件婚事很感兴趣，他不方便直接问人，便一次又一次钻进金田家的宅子偷听。金田家的院落比苦沙弥家宽敞，佣人更多，屋里的摆设也更讲究。猫躲在门边廊下或庭院暗处，听见金田夫妇讨论寒月的博士资格，也听见父子和家里人谈起那个年轻理学士。金田家看重的不只是寒月本人，还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拿到博士头衔，往后能有多大名声。婚姻在他们口中像一笔买卖，要把学历、身份、前途一项项算清。第一次潜进去时，猫只想看看父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他穿过院墙的缺口，
避开佣人的脚步，伏在房间外的窄廊上。屋里几个人说话时，他才发现父子并不是任人安排的安静姑娘，她有自己的脾气，听到不顺心的话会立刻顶回去，可一谈到韩月，她又不愿把态度说明白。父亲担心女婿没有社会地位，母亲担心女儿吃亏，女儿则更在意韩月究竟是否把自己放在心上。三个人说的是同一桩婚事，盘算的却不是同一件事。猫后来又去过几次，有一回佣人发现廊下有动静，提着扫帚追来，猫只得跳进花木之间，贴着墙根逃出去。另一次，他听见金田夫妇抱怨苦沙弥的态度，准备托熟人继续调查韩月。猫这才明白，金田家并不打算直接去问年轻人，而是要先从朋友、学校和社会关系中把他的出身、收入和前途查得明明白白。人类越说婚姻是终身大事，做法便越像在挑选一件贵重商品。韩月偏偏不是一个肯爽快做决定的人，他忙着研究，还常被迷婷拿他像小孩子一样磨玻璃球这件事取笑他。朋友们说，金田家似乎等着他当上博士，韩月却既没有正式求亲，也没有明确拒绝。父子和他之间或许有好感，可谁都没有把关系说死。猫听得越多，越觉得人类奇怪。猫若喜欢谁，走过去便是，人却要先查家世，再算收入，最后还要等一个头衔。不久，苦沙弥的旧友铃木也来了。铃木穿着剪裁讲究的西装，胸前挂着金链，早已进入讲关系、讲体面的社会。他替金田家探问韩月的态度，希望苦沙弥从中说句话。苦沙弥虽然厌恶金田夫妇，却也承认婚事关系到韩月本人，不能全凭他们几个朋友拿来开玩笑。密听仍在旁边说东道西，把正经话题让成笑话。铃木和苦沙弥原是旧识，可两个人早已走上不同的路。苦沙弥仍穿着家常和服，守在破旧书斋里，为几元钱同妻子争论。铃木却熟悉公司的规矩，知道什么时候该陪笑，什么时候该替有钱人传话。他劝苦沙弥别把事情弄得太僵，说金田家既然肯打听，就说明并非毫无诚意。苦沙弥听见诚意两个字反而冷笑，认为一面派人调查，一面摆出施舍婚事的架势，根本谈不上尊重。两人没有吵起来，却谁也说服不了谁。铃木没有得到准信，只好离开。于是韩月的婚事继续悬着，金田家开始暗中托更多人打听，苦沙弥也因此更加反感那些所谓懂世故的人。春天的一个夜晚，苦沙弥一家都睡熟了，猫却听见屋里有轻微响动，一个盗贼拆开外侧的木质雨户，悄悄爬进来。他先在屋里四处翻找，发现这家实在没有多少值钱东西，便把目光落在日用品上。他拿走妻子的腰带、和服、外挂和别的衣物，又把3瓶从故乡寄来的一箱山药用旧毯子裹好，拿苦沙弥的袋子捆在背上。临走前，他还顺手抽了主人的香烟，借灯点着，慢悠悠吸了一口。猫从头看到尾，却没有叫醒任何人。他虽然总以聪明自居，可真遇到盗贼，只觉得对方动作熟练，很值得观察。第二天早晨，妻子拉开柜门，先找不到腰带，又找不到和服外挂，接着发现那箱山药也没了，家里顿时乱成一团。苦沙弥起初还不肯相信家里遭了贼，以为妻子只是记错地方，直到看见被撬开的雨户和空下来的柜子，他才披着衣服在屋里来回检查。这个家没有金银珠宝，失去的都是衣物和食物，可正因为日子并不宽裕，每一件都让妻子心疼。巡警上门询问失窃时间和物品，苦沙弥夫妇却连几点被偷都说不清，巡警只好教他们写一份正式告状，把失物名称和价钱一件件列出来。巡警一走，苦沙弥把纸笔摆到屋子中央，像审问犯人一样让妻子报失物。妻子说一条腰带值6元，苦沙弥嫌他平日穿得太贵。他说一件和服外挂值15元，他又说他不配穿这么好的东西。轮到那箱山药，妻子不知道价格，苦沙弥便随口写了一个离谱的数，
妻子说绝不可能。他反问，你既然不知道，凭什么说不可能？两个人从物价吵到英语，又从英语吵到谁不讲理。告状还没写完，反倒先赌气散开。这时多多两三平来了。三平以前记住过苦沙弥家，如今在公司做事，自称已经懂得实业界的规矩。他听说自己送来的山药也被偷了，先是惊讶，随后便笑苦沙弥当教师太穷，连遇一次小偷都经不起。他劝旧先生改行经商，说赚钱并不难。苦沙弥却回答自己讨厌教师，更讨厌实业家。妻子听了很不高兴，因为她比谁都清楚，丈夫那点薪水根本不够她随意买书和吃药。三平很快又谈到韩月，他听说金田家要等韩月成为博士才肯嫁女儿，便不以为然地说，为了一桩婚事去做博士，实在可笑。若金田家只想找个会做事的人，还不如把女儿嫁给自己。那时谁都只把这话当成三平的夸口，没有人想到他后来竟会变成事实。三平临走前又嘲笑那只猫，说他天天白吃饭，盗贼来了不叫，老鼠来了也不会抓。猫听着很不服气，它可以容忍人类不懂自己的思想，却不能容忍别人把它当做一件毫无用处的摆设。当天夜里，他决定挽回名誉，亲自去厨房补数。猫先把厨房的出口、橱柜和水槽研究了一遍，还为不同方向的敌人设想了几套战法。夜深之后，柜子里果然传来碗碟碰撞的声音。猫守在洞口，老鼠却迟迟不出来。他刚转向水槽，另一只老鼠又从柜边窜过，他去盯浴室，背后便有影子闪动。猫被几只老鼠来回调动，跑了10几趟，一只也没抓住。后来他实在疲倦，索性坐在厨房中央，假装自己不动是为了等待战机，没多久竟睡着了。老鼠立刻反攻，一只咬住猫的耳朵，另一只吊在它的尾巴上。猫疼得跳起来，慌乱中撞翻搁板上的盐钵、木桶和空果酱罐，东西又砸进水缸和地板，闹出一声巨响。苦沙弥以为盗贼又来了，提着灯，拿着手杖冲进厨房。老鼠早已躲回橱柜，只剩猫蹲在一堆狼藉旁边。他没抓到敌人，反而像个毁坏厨房的罪魁祸首。此后谁再说他不会抓鼠，他也只好装作没听见。天气很快热起来，苦沙弥家的朋友仍不断来访。韩月还带来一位朋友，写新体诗的青年月之东风。东风写新体诗，还把诗集献给父子。大家一会儿谈艺术，一会儿谈恋爱，一会儿拿韩月迟迟磨不完的玻璃球开玩笑。猫发现这些人最擅长把一件简单的事说得无比高深，也最擅长把真正需要决定的事拖下去。父子的名字常在谈话里出现，韩月却仍没有向金田家正式开口。到了盛夏，猫听说人类实行运动，便也决定锻炼身体。他在院子里追虫、绕篱笆、爬树，自认每一样都比人类自然。有一天，他跟着外出的主人来到一间公共澡堂，猫从高处往里看，只见热气弥漫，挤满了脱去衣服的人。平时那些讲身份、讲体面的人，一进澡堂全都变成光着身子的普通肉体。有人蒸木桶，有人议论要汤，有人躺在地板上，有人把水泼得到处都是。猫原先以为澡堂会让所有人暂时忘掉身份，因为无论教师、学生还是做生意的人，脱下衣服以后都没有多少差别。可他很快发现，人类即使什么都没穿，也要用嗓门、年纪和气势重新排出高低。水太热，有人命令加冷水，冷水刚来，又有人埋怨不够暖。一个人刚让出地方，另一个人便立刻挤进去。平日在客厅里讨论文明的人，到了浴池边仍旧为一只木桶和半部位置争得面红耳赤。苦沙弥也泡在热水里，脸被蒸得通红，却舍不得早些出来。后来两个年轻人在旁边说话，水又溅进他的桶里，他立刻提高嗓门训斥，对方只是说自己原本就站在那里。澡堂里越来越热，众人挤在狭窄入口，大叫着让人往池里加冷水，负责烧水的人却又往炉中添煤。猫看着这些赤裸的人，
争位置争水温，终于明白，脱掉衣服并不会让人真正平等。他怕继续待下去惹出麻烦，便跳下窗台先回了家。夏末苦沙弥家又遇上另一场长期骚扰。住宅北边隔着空地有一所私立中学，学生们在那边打棒球，球3天2头越过空地飞进苦沙弥家的院子。起初学生直接翻越篱笆来捡，踩坏草木像进自己家一样。苦沙弥忍了几次，终于抓住一个学生，要求他们以后不许擅闯，必须从正门说明来意。学生们果然照办了，只是结果比翻篱笆更糟。球一飞进来，就有人到门口高声请求进院取球。1天之内，敲门声能响10几次。苦沙弥刚坐回书斋，门又开了，刚想写几行字，外面又喊球掉进来了。有一天，学生竟在第16次上门时，还摆出十分有礼貌的样子，站在门口问老师可以进去找球吗？这句话完全符合苦沙弥亲自定下的规矩，他便找不到理由拒绝，只能黑着脸让路。学生进院后慢慢寻找，嘴上互相提醒别踩花草，转身又把下一只球打了进来。苦沙弥怀疑他们是故意的，可又拿不出证据。妻子劝他把球直接扔回去算了，他却认为一旦退让，学生以后会更加放肆。弥婷听说后笑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最麻烦的规矩，苦沙弥却认定这是原则问题，宁肯被敲门折磨，也不肯承认自己的办法失效。为了这件事，苦沙弥还去找学校交涉，他把学生的无理讲得十分严重，学校方面却把他看成孩子玩球的小事，双方都觉得自己有道理，事情自然没有真正解决。苦沙弥去学校时，本想让对方严肃管教学生，还预先想好了一套长篇说辞，可负责接待的老师听完，只说打球难免有失手，请邻里多担待。苦沙弥强调学生翻篱笆是侵犯住宅，对方又表示既然学生已经改走正门，问题便算解决了。这个回答恰好堵住苦沙弥自己的话。他回家后越想越气，认定学校是在纵容学生，学生们看见他发火，反而把这件事当成了新的游戏。猫在旁边看得清楚，主人并不只是讨厌那只球，他更受不了别人不把自己的话当回事。可他越想维护尊严，学生就越能找到办法让他生气。入秋以后，家中又来了一位弥婷的老伯父，老人还保留着旧时代的习惯，说话发式和礼数都与东京的新人物格格不入，偏偏又临时穿上西式礼服，显得更加滑稽。弥婷拿伯父开玩笑，苦沙弥也在一旁议论新旧风俗。没过多久，巡警送来消息，说春天潜入苦沙弥家的盗贼已经抓到。那场被夫妻俩吵得没写完的失窃案总算有了结果，可被偷走的日子和争执便不会因此返回。随后，苦沙弥的一名学生又慌慌张张登门，几个学生为了捉弄父子，合伙写了一封假情书，借用了这个学生的名字，再由别人投递。事情可能传到学校，他担心被开除，只好来求老师帮忙。那名学生坐在垫子前，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完整。苦沙弥问了好几遍才弄清事情经过。一个同伴写信，另一个人出主意，他借出了姓名，又有人负责投进金田家的信箱。每个人只做了一小步，合起来却成了以他名义向父子求爱的信。如今金田家追查写信人，他才发现只是借个名字也要承担结果。苦沙弥听得又气又烦，因为学生的叙述绕来绕去，和那些成年人处理韩月婚事的方式竟有几分相似。人人都参与，却人人都说自己没有真正做决定。苦沙弥先骂他们没有常识，接着又摆出老师的架子，迟迟不肯明确回答学生会不会被退学。妻子和一位来访的年轻姑娘躲在隔扇后面偷笑，学生却急得快要哭出来。苦沙弥最后没有立刻把他赶走，这封信也没有发展成真正的爱情，只让父子的婚事又多了一层笑话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韩月究竟会不会娶父子仍没有定论。金田家要身份，要前途，要一个拿得出手的女婿，韩月却把更多时间花在研究和闲谈上。苦沙弥不愿向富商低头，弥听只把一切当成谈资。
铃木则继续在人情和利益之间周旋。猫看着这群人，渐渐明白，人类常说自己在做选择，其实许多时候只是被面子、金钱和别人的眼光推着走。一个短暂的秋日下午，苦沙弥家铺着榻榻米的客厅里再次坐满了人。米婷、韩月、诗人东风和喜欢谈哲理的毒仙都来了。大家从婚姻谈到文明，又从个人自由谈到生活的不安。苦沙弥照旧摆出一副什么都不信的样子，米婷照旧用笑话避开认真，毒仙劝人看淡欲望，东风则随时准备写一首新诗。猫趴在附近，觉得他们看上去清闲，其实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性情困住。他们谈的最多的是人在现代社会里究竟能不能真正自由。米婷说，只要懂得享受，日子并不难过。赌仙却认为，人越追逐欲望，越容易被欲望牵着走。苦沙弥听谁都不顺耳，一会儿嘲笑商人只认金钱，一会儿又承认自己离了薪水也活不下去。韩月很少争辩，只在别人问到婚事时微微一笑。猫听着这些话，想到三毛子想活却病死，主人天天抱怨，又照旧去教书。人类所谓的自由，似乎总要先经过身体、收入和别人的许可。就在谈话中，韩月说出一个重要消息，他已经不再磨那个玻璃球，博士头衔与金田家的婚事也再没有关系。前些时候，韩月回了一趟故乡，在那里结了婚。如今他已经带着新婚妻子回到东京。换句话说，金田家与韩月之间那桩传了许久的婚事，从来没有正式定成，现在也彻底不可能了。苦沙弥还问要不要专门去金田家说明。韩月说自己从未向对方求亲，对方也没有把女儿许给他，既然没有约定，就没有什么可接触的。这话刚说完不久，门口响起沉重脚步，曾经记住苦沙弥家，如今自称实业家的三平大步走进来。他和平日很不一样，穿着雪白衬衫和新做的礼服，手里还拎着4瓶啤酒。三平坐下没多久，便认出韩月，开口问他是否还没当上博士。韩月说没有。三平随即笑着宣布，正因为你一直没当上博士，所以金田家的小姐我决定娶了。三平的到来让客厅里的气氛立刻变了，他不像迷婷那样把玩笑藏在学问里，也不像韩月那样把决定拖到最后。只要认定一件事对自己有利，他便马上开口，马上行动。几个月前他还说还不如嫁给我，如今已经换上新衣，带着酒来宣布结果。苦沙弥听了既意外又不痛快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三平缺少韩月的学问，但金田家却显然更需要一个能进入实业界、会处理现实事务的女婿。原来金田家最后选中的女婿不是韩月，而是更懂实业界规矩、更愿意顺着社会往前走的三平。三平嘴上说是对方一再请求，自己才勉强答应，神情却掩不住得意。他还拿出一叠年轻女子的照片，吹嘘自己认识多少人，愿意替韩月和东风介绍对象。迷婷马上顺着他起哄，东风甚至答应为婚礼写诗。苦沙弥对这场喜事没有多少热情，三平却坚持邀请所有人参加婚宴，还说要用香槟和乐队好好庆祝。酒席散去以前，几个人又把三平和韩月放在一起说笑。韩月花了许多时间研究玻璃球，仍没有成为博士。三平在公司里学会了人情世故，倒先落实了一桩婚事。三平只当大家都在恭喜自己，举杯喝得更快。韩月也不生气，只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。苦沙弥没有再追问，只把酒杯放下。到这时，曾让金田太太亲自登门，让铃木四处传话，让猫多次潜入富宅偷听的麻烦，才真正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可能。那4瓶啤酒本来就是三平带来的订婚前祝。女佣拔开瓶塞，苦沙弥、米婷、毒仙、韩月和东风一起举杯。三平喝得满脸通红，越说越兴奋。韩月也表示自己会去参加婚礼，既然他早已有了妻子父子的归宿，与他再无冲突，那条纠缠了许久的婚事线
就在一片笑声和酒气中结束了。秋日很短，天很快黑下来，客人陆续离去，热闹的客厅一下空了。苦沙弥吃过晚饭，照旧钻进书斋，妻子在灯下缝补旧衣，孩子们并排睡下。女佣出门洗澡，没有人注意那只猫。他独自回想白天的客人，迷亭看似轻松，却只能不断用笑话填满日子。韩月选择了最稳妥的婚姻，往后也未必没有烦恼。东风的诗终会失去新鲜，三平得到了富字和体面，却可能一辈子都在追逐更大的体面。至于主人，还是会守着胃病、书斋和坏脾气活下去。猫忽然感到烦闷，它在人类家中住了将近2年，自然已经看懂这个社会，可看得越久，越不觉得人比猫高明。他想起三平喝酒后满面红光的样子，便决定尝尝剩下的啤酒，看看这种苦东西为什么能让人那么高兴。厨房的灯已经被风吹灭，月光从窗边落进来，托盘上摆着几个杯子，其中2杯还剩半杯褐色液体。猫先伸舌头舔了一口，舌尖立刻又麻又刺。他本想放弃，转念却想到人类常说苦药才有效，也许啤酒越难喝，喝下去越能让心情变好。于是他闭上眼睛，一口接一口舔着，勉强喝完第1杯，又把第2杯也喝掉，连洒在托盘上的酒都舔得干干净净。过了一会儿，猫的身体热起来，耳朵发烫，眼前的东西也像在轻轻摇晃。它忽然觉得主人迷亭金田一家全都不值得放在心上，自己才是这屋里最自在的生命。他想唱，想跳，想去月光下走一圈，便摇摇晃晃离开厨房，可4条腿已经不再听使唤。他分不清自己是在走还是在梦里漂浮，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。猫往前迈出一只前爪，脚下忽然一空，只听一声水响，他整个身体掉进院中的大水缸，冰冷的水让他瞬间清醒。他本能的乱抓，爪子却只能划开水面。他用后腿向上蹬，好不容易让头露出来，再伸前爪去勾缸沿，可水面离边缘太高，短短的腿根本碰不到。他一次次跃起，爪尖在缸壁上刮出刺耳声响，又一次次滑回水里，每滑一下，水便灌进口鼻。他越挣扎，体力消耗得越快，越想抓住边缘，身体就越往下沉。院子里没有人，书斋中的苦沙弥也听不见。这个曾经看着盗贼进屋，看着人们争论学问和婚姻的观察者，此刻终于遇到了一件仅凭聪明和讽刺无法摆脱的事。猫渐渐明白，以它的腿长，无论再抓多少次，也够不到缸沿，继续挣扎只会让最后一刻更痛苦。它停止跑水，不再去抓那道永远够不着的边，前腿、后腿、头和尾巴都慢慢失去力气。水面合拢，月光仍照在院子里。那只从荒地里爬进苦沙弥家，始终没有得到名字的淡灰色斑纹猫，就这样沉入水缸，再也没有出来。苦沙弥仍是那个清贫、微弱、固执的英语教师，迷亭仍会到处说笑。韩月已经娶了故乡的女子，父子将嫁给三平，人类的生活继续向前。只有那只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猫，永远停在了这个安静的秋夜里。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节目，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